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第一次接触《心经》，总会被一个字镇住：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跑到我面前，满脸困惑地问我：卢叔，我每天念《心经》，可是心里还是很痛，还是放不下。我明明知道一切都是空，可为什么放不下呢？我笑着告诉他：你理解错了顺序。心经最重要的不是空，而是照见。他愣了一下：照见？是的，照见。心经开头就讲了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注意顺序，先是观，再是行深般若，然后是照见，最后才是空。很多人一听到空，立刻以为自己应该放下所有的情绪，所有的执着，于是开始背经念经，告诉自己不要执着，一切都是空。可是实呢，越这样逼自己放下，心越紧，越焦虑，越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误会了空的含义。空不是让你消失，否定人生，压制情绪。空是你照见真相之后自然升起的一种状态。你试想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在抓什么，你凭什么能够放下？这就好比一个小孩手里紧紧抓着沙子，他以为只要用力把手松开，沙子就会掉，但他根本没看到自己手里到底抓着什么。你放不下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对事情的认定。我曾经听慧律法师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出家人每天都苦苦修行，念诵经文，甚至夜里也不休息，想要完全明白空的奥秘。几年下来，他心里仍然焦躁不安。有人问他：你修行这么久，怎么还不明白？他答：我知道空，但我放不下。慧律法师笑了，说：你只知道空的概念，却从未照见自己。你没有看清自己心里的五蕴，也没有看清念头从哪里来。你以为念头是你，其实念头只是暂时的现象。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状态。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是死板的名词，而是你每天真实体验的生命状态。色是你接触到的所有现象，受是你内心起的各种感受，想是你对感受做的判断，行是推动你反应的动力，识是你认定这是我的那一刻。你如果没有照见五蕴，你就会把每一份情绪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段经历全部当成我，于是痛苦不断加深，执着越来越重。记得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轻母亲，她告诉我：卢叔，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看到孩子哭闹就火冒三丈。可我明明知道应该耐心，可就是控制不住。我问她：你心里最害怕什么？她想了想，说：我怕自己对孩子不好，我怕他们不爱我。那一刻，她明白了自己心里的抓取，不是孩子的哭闹本身让她痛苦，而是她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认定和担忧。这就是照见的力量。当你看清楚自己的执着来源时，痛苦已经少了一半。心经开头的观自在菩萨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先观察自己，再行深般若，最后才能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空并不是起点，而是结果。真正的修行起点是照见。当你照见了自己的五蕴和念头，你会开始理解心经里的空，不是要你消灭一切感受，而是让你不再被感受牵着走。生活中很多时候
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安全感，我们希望人和事都听话，希望自己不再受伤。可是现实从来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来。这时候如果没有照见，你会觉得世界对不起你，你会焦虑、失落、痛苦。如果开始照见，你会发现痛苦其实是暂时的，执着才是真正的负担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我在庙里遇到一位老和尚，他告诉我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。有一个人每天都在担心生意，害怕亏损，心里紧张得像绷紧的弦。有一天，他听慧律法师开示，你心里紧张，是因为你以为亏损就是你人生的终点。那个人顿时恍然大悟，他开始照见自己的恐惧。从那天起，他心里不再那么焦虑，虽然亏损依旧存在，但他不再被恐惧控制。这就是照见的威力，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。当你开始照见自己内心的念头和执着时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痛苦并没有立刻消失。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轻人，他每天都在念心经，念的声音响亮，字字正确，可每当他遇到家庭矛盾时，心里还是会翻江倒海，控制不住情绪。他非常苦恼地问我，卢叔，我每天都在念经，为什么心还是乱？我明明知道一切都是空，可就是放不下。我看着他说，你知道空的概念，却没有真正照见自己。很多人以为念了经，明白了空，痛苦就会消失。可实际情况是，痛苦不是因为你不懂空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五蕴在运作。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位老人，每天清晨都会去寺庙烧香祈福。他觉得只要每天都做这些功课，生活就会顺利，家庭就会平安。可有一天，他的孙子顽皮打碎了家里的茶杯，他的心里立刻涌起一股烦躁和愤怒。老人惊讶自己，心想，我每天都在祈福，为何一件小事就让我生气？慧律法师说过，你以为祈福是保护你不受烦恼，其实你从未照见自己的心。烦恼来了，你只是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执着。这位老人恍然大悟，他开始学习观察自己心里的每一个反应，而不是急着压制或者否定。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对孙子的愤怒越来越不执着，心也越来越平静。这就是照见。你不需要立刻消灭所有情绪，你只需要先看到它，看到它是怎么来的。心经开头的观自在菩萨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先观察自己，再行深般若，最后才能照见五蕴皆空。很多人修行喜欢看佛像，听讲座，背经文，可是心从来没停下来真正看过自己。你看到的只是外在世界的一小部分，却把它当成全部。你感受到的情绪也只是刹那的波动，却被你认定为真实的自己。我记得有一位母亲，总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而焦虑。她每天叮嘱孩子，纠正孩子，担心孩子成绩，担心孩子习惯，可每一次孩子的哭闹都像是他的失败。有一天，他来找我说，卢叔，我明明知道孩子是天性，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每天心里都很累。我问他，你有仔细看过你为什么会生气吗？他低下头，慢慢说，我怕孩子不听话，就意味着我做不好母亲的责任。当他说出这句话时，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这就是照见的力量。不是立刻改变孩子，也不是立刻平息情绪，而是看清了自己心里的执着和恐惧。当你开始照见，你会发现自己曾经以为无法承受的事情，其实只是心里紧抓的念头在作祟。心经里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空的本意并不是要你消灭一切感受，而是告诉你，
你不必被感受绑架，不必被念头欺骗。很多人以为空是消极的、冷漠的，但真正理解的人会发现，空反而是一种自由，一种轻松。你不需要去控制世界，也不需要去改变别人，你只需要看到真实的自己，看到心里的反应。我还记得慧律法师讲过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年轻人经常为工作焦虑，每天晚上失眠，白天心烦意乱。他每天背诵《心经》，可焦虑感依旧。慧律法师问他：你看到自己的焦虑了吗？年轻人摇头，我以为只要念心经就能消除它。慧律法师笑着说，不是念经让你解脱，而是照见你内心的焦虑，你才开始有选择的空间。从那以后，年轻人每天晚上静坐几分钟，不再急着排斥焦虑，而是观察它，认识它。慢慢的，他发现焦虑不再像过去那样控制自己，夜晚也能安稳入睡。这就是照见的威力，不是消灭情绪，而是让你看到自己不必被情绪绑架。在生活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一种控制感，希望事情、关系、感受都听从自己的意志。可是现实从来不会完全如你所愿。如果没有照见，你会觉得世界对不起你，你会焦虑、失落、痛苦。如果开始照见，你会发现痛苦只是暂时的，执着才是真正的负担。所以心经的智慧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而是教你如何清醒地生活。当你开始照见自己心里的念头和情绪后，常常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你会发现自己越修行反而越累。我记得有一位年轻出家人，他每天打坐、念经、读佛经，日夜修行，想彻底明白心经。可每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时，他的心依然紧张不安，甚至比以前更焦虑。有人问他，你修行这么久，为什么还痛苦？他答，我明白空的道理，可就是放不下。慧律法师听后微笑，说了一句话，你理解空的概念，却没有真正照见自己。你不是痛苦被消灭了，而是痛苦被你看得更清楚了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误解修行，他们以为修行是让自己立刻变得清静、安稳，像是一种成就。于是每天打坐，每天念经，甚至用佛法来要求自己不要生气、不要烦躁、不要执着。可是事实是，你越用力控制自己，心就越紧，烦恼就越明显。就像一个孩子，你越让他安静，他越闹腾，越想压制自己的情绪，他越会反弹。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，一位中年商人每天忙于工作，压力巨大。为了调节心态，他开始每天诵《心经》，希望能平息心里的焦虑。起初他觉得不错，可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一遇到生意上的挫折，心里仍然波动很大，甚至比以前更紧张。他沮丧地问慧律法师，我念经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慧律法师看着他说，你以为念经是消灭烦恼，其实你只是把烦恼看得更清楚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让人失望，可如果你能理解其中的智慧，就会明白，照见本身就是解脱的一部分。照见不是让你立刻放下情绪，不是让你成为没有烦恼的佛，而是让你有能力看到念头，看到情绪，意识到它们的暂时性。在这个阶段，很多人会产生另一个问题，用佛法要求自己变成完美的人。我曾经遇到一位母亲，她每天对孩子严格要求，希望自己既能修行，又能把孩子教育好。结果每次孩子一点小过错，她就会心慌意乱，甚至自责。她告诉我，卢叔，我明明知道不该生气，可就是控制不住。修行了这么久，
怎么还是这样？我笑着说，你修行不是用来打压自己，而是让你看到自己。你生气没错，问题是你以为生气是错的。很多修行的人都会在这一步卡住，他们不断要求自己放下清静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，先照见自己的心。照见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力量。当你能看清自己的念头和情绪时，你不再完全被他们控制，你不再把每一次生气当作失败，也不再把每一次焦虑当作人生的全部。心经里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注意这里的重点不是消灭五蕴，而是照见五蕴。五蕴依旧存在，生活依旧存在，烦恼依旧会来，但当你看到它们的本质，它们只是暂时的现象，而不是永恒的我，你就会发现心里的空间越来越大。生活中，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每天在职场、家庭、社交中疲于奔命，想着通过念经、打坐、看开示来让自己彻底清静，可每一次挫折，心又立刻被卷入波涛。他们不知道，心经的智慧并不是消灭外在世界的痛苦，而是让你看到自己在痛苦里的反应，看到自己抓取的心态。慧律法师常说，修行最怕的不是烦恼多，而是你拿佛法来责怪自己。所以越修越累的现象，其实说明你开始照见，你不再逃避痛苦，也不再自欺欺人，只是你第一次面对真实的自己，觉得有些吃力、紧张。这是每一位真正修行的人都会经历的阶段。你会经历焦虑、失落、无助，然后慢慢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害怕这些感觉，你有空间去选择你的回应。在这一阶段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允许。允许自己有情绪，允许自己有念头，允许自己没有立刻明白一切。当你允许自己，心里的紧张自然会减轻，烦恼的力量也会慢慢消退。当你经历了照见与修行误区的阶段，开始明白自己为何越修越累后，真正的智慧才慢慢显现，那就是放下不是努力得来的，而是自然发生的。我记得有一位青年叫小林，他在职场中拼尽全力，心里总是紧绷着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同事忽视。他每天早上打坐念心经，希望让自己心里安稳。可是每次遇到工作压力，他的心仍然紧张得像绷紧的弦。有一天他来找我说，卢叔，我每天打坐念经，可心里还是乱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告诉他，你没有做错，你只是一直在试图用控制来换自由。他愣了一下，不明白我意思。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。从前有一位行脚僧，每天沿着山路行走，他总希望一路顺利，风和日丽，可山路上总会遇到泥泞、下雨、石子滑落。起初他心里很不安，抱怨自己运气不好。后来他慢慢观察自己心里的反应，发现自己对天气、对路况、对小石子的紧张，才是真正让自己不舒服的原因。于是他不再抱怨，只是踏实地走路，注意脚下每一步。路上的泥泞依旧，但他的心开始松弛，脚步也轻快起来。这就是心经教我们的智慧，放下不是你用力去做，而是当你照见自己的心时，自然松开的过程。很多人修行会误以为放下是一种命令，一种必须达成的目标，于是每天打坐念经听开示，都在想着我要放下，我要清静，结果越努力越紧。心经里说，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。注意，这句话的关键不是空，而是无所得。无所得并不是让你什么都不要，也不是让你心死，
而是让你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去抓，而是不要被抓住的念头绑架。慧律法师说，很多人以为开悟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体验，好像心里突然没有烦恼，人生立刻明白。其实开悟往往很安静，只是你开始有能力看清楚，自己不再被同一个地方反复伤害。你会发现，真正放下的时候，不是你刻意去放，而是心里的抓取失去了理由。生活中烦恼依旧会来，情绪依旧会起，可你会开始有空间去选择，是跟随它，还是旁观它。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，一位年轻画家，他对作品极度追求完美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痛苦不已。他开始学习《心经》，想用佛法缓解心理的压力。起初他依旧紧抓完美的标准，痛苦不断。后来他开始照见自己的心，为什么会抓？为什么不能接受不完美？当他真正看到这些念头时，他的手自然而然地松开了对完美的执着。作品不再完美，但他的心却轻松了。这就是智慧的体现，不再抓才是真正自由。所以空不是目标，放下不是目标，照见才是开始。当你照见自己时，空、放下、无所得才会自然发生，而不是你努力去做的结果。当你一路走到这里，如果你真的开始照见自己，开始理解放下不是努力得来的，而是自然发生的，你会发现人生其实不需要那么急，也不需要追求所谓完美的修行。生活中烦恼依旧会来，情绪依旧会起，可你会慢慢学会，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马上解决，不是所有情绪都必须消灭，也不是所有念头都必须理解透彻。慧律法师曾说，明白的人不是因为懂得很多，而是因为不再被同一个地方反复骗。你会发现，开悟不是轰轰烈烈的奇迹，而是每天静静看见自己的念头，静静承认自己的情绪，静静走过每一次内心的风浪。当你不再被自己骗，也不再被念头欺骗，你会发现，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张，心里也有了一片空间。心经告诉我们，五蕴依旧存在，世界依旧变化不定，烦恼依旧会来，可当你看到它们的本质，它们只是暂时的现象，而不是永恒的我，你就会感到轻松，哪怕世界不完美，你也能自在安稳。很多人误会空，以为空就是消灭一切，其实空是一种觉察后的自由。很多人误会放下，以为放下是刻意努力，其实放下是照见后的自然松开。很多人误会无所得，以为无所得就是什么都不要，其实无所得是心里不再被抓住的念头绑架。真正的智慧不是改变外在世界，而是看清自己，拥有选择自己回应的空间。你仍然会遇到挫折，仍然会有痛苦，仍然会有困惑，可这一次你不再被他们控制，你会慢慢学会旁观，学会松手，学会安住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，修行的路上没有捷径，照见自己，承认自己，允许自己慢慢走，这才是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